宣圣上口谕：江离劫囚案与薛怀远贪墨案，着大理寺会刑部并案审理，诉国公任钦差，代圣上督审。10日后御前议案，由圣上圣裁。圣上万岁！老夫人别忧心了，喝点梨汤吧。夫君，见圣上顺利吗？圣上怎么说？圣上根本就不见我。这，圣上什么意思啊？这是在逼我避嫌。夫君也不必过于担心了，明日我就进宫，听听丽妃的信儿。难为夫人为此事奔波走动。夫君这是什么话？我虽为深宅内的妇人，也知道其中的厉害。此事不光关乎灵儿的生死，更关乎我们江宅一门的荣辱。我是绝对不会坐视不管的。你能这么想是很好，只是离儿被关在大理寺，着实可怜，对我们江家的名声也极为不好。我在这内宅住着，也听到些风言风语，说我们江家的孩子被收了监，身子从此不干不净，连江家都洗不清白。母亲，我不是不愿意救他，只是他实在……此事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。你在说什么？这早前京城衙门有个规定，女子犯罪，只要不是杀夫杀子的大罪，在未审定之前，是可以由夫君或亲属接回家中看管，听候传唤。这大理寺再厉害，也算是京城的衙门。离儿尚未出嫁，自然是由我们江家带回看管。好，我明日就给大理寺倾写帖子。何必动用夫君的墨宝？为了定州的事，这阵子你已操劳许久，这种事情由江家的女人出面会更好。夫人的意思是？放心，我一定将离儿接回来。苏国公再三叮嘱让我稳住了，可惜我还是没能稳住。猜到了，但是没猜到你会这么惨。你不是很讲究吗？不嫌脏吗？累了，在你这儿歇会儿。听说你是奉旨督审，来了一句案子都不问，你不怕圣上治你的罪？从我进来你就一直在问我，你不累吗？是啊，也是挺累的。登闻鼓一敲，御前亲审。你这是在逼他们对你下杀招啊！拼命拼过头了。又不是第一次了。其实没有这个必要。苏国公，你身边有含冤而死的人吗？如果给你一次机会，你会为他们敲响长安门前的登闻鼓吗？
我觉得你会。行了，审完了。就审完了？对呀，你要交代的不是都已经说完了吗？我先走了，歇着吧。此处不该是你踏足的地方，你身为中书令夫人，更不宜抛头露面。不要拿这些话来挟制我。我掌管江家内宅10几年，这衙门里的事虽见不着，但也听过不少。如今我女儿在你这里，我连过问一句都于理不合吗？若夫人只是想进去看一眼人犯，那本官定当为夫人通融。可今日夫人来是要带走人犯，此举恕本官实不能容。我只问周公2句话。第一句，周公做的这个司法官奉的是否是大燕的律法？自然是。那么第2句，女子犯罪，只要不是杀夫杀子的大罪，在审定之前，可以由夫君或亲属带回家中看管，听候传唤。此条是否出自我大燕律法？这是。既然如此，我为何不该踏足此处？我今日过来，是一定要接走我的女儿。我倒要看看，是谁敢拦住我。来人，在。把江二娘子带来。是。那么我就在这等着。苏国公，怎么了？大理寺卿让我们把犯人交给本家看管，我们现在把人提出来。周公，人已带到。江夫人，按大燕律，人犯就交由你们江家看管候传，若有走失藏匿，将依律处置。多谢周公。不要乱动，好生跟着我走。母亲怎么来了？虽然我不知道你这一次回洛阳，为什么一定要给那个县令翻案，但我知道这一次你父亲为了你的事，不知道熬白了多少头发。你对得起你父亲，还有江家吗？身为你的母亲，我不能不管你的父亲，还有江家一门的荣辱。等你回到江家，你自己跟你父亲，还有老夫人解释吧。母亲教训的是。祖母，梨儿回来了。回来就好。坐吧。知道你父亲为何不愿见你吗？定州一事，想必父亲为我操碎了心。梨儿闯下这么大的祸，父亲一定很生我的气。你与那薛家县令非亲非故，
怎么会牵扯进这么一桩案子？还带了那么多乡民回京，不惜搭上自己的性命和我江家的前途。薛县令的女儿，薛芳菲，她是我的救命恩人。当年梨儿在真女堂的时候，受堂主苛待，差点性命不保，是薛芳菲救了孙女一命。竟有此事！此次去陆阳，除了探亲之外，梨儿也想见见恩人，奈何恩人早逝，其父有难，我无法坐视不管。唉，二丫头，你要报恩，祖母不会拦你。只是，非要如此吗？我知道，我是江家人，我的一举一动都牵扯着江家，所以我并非有意放肆。当初我到怀乡，只是想去见见恩人。只是我到了怀乡之后，我竟然无意发现，新任县令，他目无法纪，草菅人命，鱼肉百姓。祖母，你是没有看到，怀乡好好的鱼米之乡，竟然沦落到了大白天的乡民们都不敢出门的地步，这是何其悲哀！祖母，你曾经告诉过我，祖父立下的家训，宁守一方公正，保一身忠义，不贪一时虚名。梨儿正是因为是江家人，见到那些受冤受难之人，我不能坐视不管。你有此等气节，祖母很高兴。只是，你大可把此事告诉你父亲，让他来处理，你也不必让自己屡次陷入险境。梨儿是被逼无奈了。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个怀乡新任县令，他是李家的人。什么？陆阳叶家古香断一事中，有人蓄意投毒陷害叶家。此事我已经通过书信告诉了父亲，而我在陆阳也查到了线索。此事的背后，十有八九就是李家。那你接下来是要替罪臣翻案了？自古以来，冤假错案数不胜数，能翻案的不过寥寥。听说结了死囚，倘若翻不了案，那可是死罪呀！祖母，薛怀远贪墨卷宗我已经拿到手了，案情混乱，漏洞百出。更何况，若是薛县令有罪，又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百姓随我一起进京告御状？还有，那个李家扶持的新任县令，欺男霸女，无恶不作，百姓已经对他深恶痛绝。这件事，我来跟你父亲讲。谢祖母。什么？怀乡县令真的是李家的人？不会有错的。李家和我们江家素来不和，这些年来，李家在朝内外不断培植势力，而我们江家也渐渐不如往昔了。这一点，你应该比谁都清楚。现在李家已经先出手了，难道我们还能置之不理？难怪这次李仲南要亲自写奏书，要置江离于死地。你终于想明白了。薛怀远案子如果真翻过来，确实能挫伤李家的锐气，但李仲南也会对我们怀恨在心。将来一旦有了机会，他就会疯狂地报复江家。你就是什么都不做，他李家就不恨我们了。现在是他们先挑起的，手都已经伸到叶家去了。叶家是什么人？是我们的姻亲呐。假如我们什么都不做，天下人会怎么看我们江家？梨儿做事虽仅凭一腔热血，在长安门敲登门鼓，看似鲁莽，可圣上口谕将亲自督办，这就说明圣上也察觉到薛怀远一案的不寻常，这不是给了我们反攻的机会？倏然现在把梨儿接回来了，
我们没什么好掣肘的。事已至此，我们应该协同李儿，给李家一击才对。嘿嘿，你扑了个空吗？殿下何意？我以为你回来的慢，是去大理寺的监牢，看看那个与你先夫人长得宛如同胞的江离呢。站住！你这个人真没意思，一点都不经斗。好生替我看一看，哪一身提我的气色？帮我看一看，哪一身衣服提我的气色呀？嗯？艳的都衬你。你不是喜欢素色吗？那是臣卑微。好了，那我就选那件水红吧。明天我就穿着它，去会一会江二娘子。明日会审，殿下去做什么？自然是痛打落水狗了。我希望殿下不要横生事端，玩火自焚。沈玉荣，我已经忍你很久了。请殿下转身，成为殿下领袖。其实我一直很想知道，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是会埋了薛芳菲，还是杀了我？我情愿死在殿下手里。江二娘子，哎呀，江元白怎么没同你一起来呀？看来是在大理寺的监牢里住惯了，一个人胆量练大了呀。想必你就是李相国了。承蒙过问，如今已经从监狱出来了。哼哼，中书令素来持重。没想到他的女儿倒颇有几分勇武之气，如今本是越发大了起来，真是让人惊喜啊！李相国谬赞。看起来江二娘子是成竹在胸啊，难道真的笃定今日一事必然牵拔出我，所以才这般有恃无恐？你在想什么？在想我是如何知道的事吗？我告诉你，江二娘子，这天底下的事情，就没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。你想在我的眼皮底下瞒天过海耍手段，未免也太天真了。你爹尚且不敢如此，你一个黄毛丫头，人心不足蛇吞象，不怕到头来自己会死无葬身之地吗？李相国是想提醒我，为师必缺，切莫逼人太甚吗？江二娘子可真是好胆色啊！比我那2个不成大器的儿子可是好太多了，就不知道这胆色能够维持到几时。今日御前会审之后，万事无法转换，只怕到时候江元白也不得不替你。李相国，哟，素国公来的也早啊。我刚才站得远，没听清楚，李相国赐下江二娘子什么？江二娘子连为师必缺都说了出来，是小女失礼了。江二娘子，此词出自兵法，杀伐气不轻，日后在李相国这等年事已高的老臣面前，你要慎说。小女受教了。素国公可真是怜香惜玉啊！诧异，不过是比李相国稍知道些怎么教人。
哎呀，今日一案尚且不知道什么结果。江二娘子现在是沉竹在胸，但希望案子之后，她还能像现在这样笑得出来。告辞。今日又多谢肃国公替我解围了，这对你来说不算什么围。也不能这么说，至少我看出来了，李仲南是有备而来的。既然如此，有件事我要提前告知你。凤青松，你这颗籽儿，我还没打算拿给对面吃。那肃国公这么说的话，我就要把我的谢礼奉上了。最近被困家中，你让我缝补的手帕，我缝好了。你的绣工很好。我的绣工远不及这帕子上的旧工。起初我甚至不敢下针，怕损了逝者之意。你了解过我的身世？肃国公的父亲萧将军是我朝名将，他一生戎马，举世皆知。于夫人与他伉俪情深，也是一位可敬可佩的女子。那你的父亲呢？我如何？江相国，江相国自然是殚精竭虑，爱民如子。我有话与小女嘱咐。父亲，受苦了。女儿以为父亲不会原谅我了。你始终是我的女儿，你的想法，你祖母都跟我说了。一会儿不要怕，有什么说什么，为父会为你做主。谢父亲。圣上驾到！臣恭请圣安。众卿平身。谢圣恩。怀乡县令薛怀远贪墨一案，本由州府审定结案，交卷宗于刑部，归案封档。现因怀乡百姓联合治案，为其申冤。陛下体恤百姓之情，是刑部差案发还大理寺，由大理寺卿主理，会同刑部二部共审，今日庭议，由陛下亲督。周卿，开始吧。臣遵旨。传江二娘子。传江二娘子。传江二娘子。臣女江离参见陛下。起来说话。谢陛下。江二娘子，你带怀乡百姓进京，可是为了怀乡县令薛怀远贪墨案而来？回大理寺卿，半年前，
怀乡县令薛怀远被其县衙官差冯玉堂出手，贪墨腐淫，经刑部审定后判了斩刑，入狱待斩。臣女游历怀乡访友，偶然得知其中另有蹊跷。据本官所了解，你们是在薛怀远即将被问斩的头一天，闯入怀乡县衙，强行带走人犯。此事你可认？我认。那你可知擅闯县衙劫囚，乃大罪？知道。此举确为下策。可若不如此，薛怀远之冤屈，怀乡之苦，将永不见天日。我所犯之罪，我会承担，但臣女恳请陛下和诸公，在判我罪之前，为薛县令沉冤昭雪。当初刑部是由何人审理薛怀远一案？由下官审理。下官记得，当年这个案子的卷宗并不复杂。薛怀远的宅中超出赃银10箱，共5000两，并一本私账，加上由其县衙官差冯玉堂的证词，可谓是人证物证双全，并无江二娘子所说的蹊跷之处。江二娘子亲自走了怀乡一趟，看来是翻出了不为人知的内情，既是为罪臣翻案。今日御前，请江二娘子呈出新证，与我等公断。我并无新证。好放肆！既然没有新的证据，还敢蛊惑百姓，不愿牵连来京城鸡登文谷，要挟陛下重审。江二娘子，你简直没把陛下放在眼里。我女儿话都没有说完，你急什么？既然我呈不出新证，那我换一个请求。陛下，臣女长途跋涉，带怀乡百姓来长安敲登文谷，并非为薛怀远脱罪，而是请求陛下为其定罪。肃静！定罪？何为定罪？众所周知，怀乡县令薛怀远贪污赈灾银两，证据确凿，是朝廷的蛀虫。而陛下崇尚清廉，一个小小的怀乡县令竟敢如此胆大包天，判其下狱斩首，何以平民愤？臣女认为，应当判其千刀万剐之刑。之前不是说翻案的吗？这事拿不出新证，只能提前认输了。怀乡县令薛怀远，官职虽小，却也是我大燕一方的堂堂父母官。他在怀乡为官10年，唯独去年被查出贪墨，罪证不过5000两，10年，5000两，这个数不对吧？有何不对？这10年间，他是一个两袖清风的清官，还是说他贪的一丝痕迹都不露？还是他勾结歹人，私运赃银？最后剩下的5000两不过是个零头，那更多的赃款去了何处？当年刑部没有查，卷宗里也没有记，许是他又做了贩卖军马之用，如此又有了通敌叛国之嫌。大理寺卿不究而杀，细想之下，不后怕吗？自然纠察，但重查此案卷宗，无新证可论，该当如何？正因如此，臣女才会带怀乡百姓进京。臣女请换人证。准。传人证。跪！关于县令薛怀远贪墨一案，你们有什么想说的？陛下，草民并不知道薛县令贪墨一案，草民只知道……抬起头说话。
草民只知道，如果不是因为薛县令，我们母女俩只能被人欺辱，无处安身了。草民的丈夫死后，草民一个人带着孩子，在我们最难的时候，薛县令他甚至用自己的俸禄补贴我们。何君，帮着收拾一下，要有人敢来欺负他的话，就按律惩治。是。平安，快去谢谢薛县令，快！谢谢薛伯伯。好了好了，没事了，以后没人敢欺负你了。若不是薛县令资助我，草民可能到现在还大字不识。当初草民家穷，上不起学，是薛县令慷慨解囊给了盘费，让草民重新回到学堂，考上了秀才。古大，给他钱念书，钱从我俸禄里拿。是。娘，儿啊，我又可以读书了。是，太好了。他们说，草民卖的猪肉吃了会死人。如果没有薛县令，草民的祖产早就被恶霸抢了去了。住手！我还想给薛县令银子，他也没要。陛下，求你好好查查，薛县令绝不可能做那贪墨之事呀！薛县令是好人。对，薛县令是好人啊！是好人，薛县令真的是好人，真的是好人，他不会做那种事的。是啊，凭一张嘴，若是有心收买，让这些人替贪官说些好话，也不是难事吧？周公，可要小心分辨。刑部侍郎提醒的是，贪污之人如何会这样尽心尽力为百姓做事？这群人定是被人收买，满口胡言。请大理寺卿再传人证。传人证。跪！是薛县令给我家门口修的路。那年发洪水，是薛县令3天没有回家，是薛县令掏钱给我看的病。薛县令的大恩大德，薛县令的恩情，没有薛县令，求陛下明察呀！求陛下明察！这桩桩件件听起来甚是感人呐。这倒让我想起了3年前青州府尹贪墨案。那府尹当时贪墨数额巨大，但也用了一小部分为百姓做事。当年查抄他家时，也有无数百姓，就像刚才那群百姓一样，为其跪地请愿。大理寺卿亲自操办的案子，不会忘了吧？历历在目。李相国所言极是，一小部分用于百姓，一大部分用于置田买地，是吧？我大燕州府确有这样的贪官，冯玉堂就是其中一个。冯玉堂任怀乡县令半年，也为自己置了一副家私，家人们穿金戴银，轰轰烈烈，好不热闹。薛怀远在怀乡任职10年，家产应该比他多吧？半年前，薛怀远下狱，家产没入官府。臣女请求御史大夫公布查抄所得薛家家产和冯家家产，让诸位看一看，比起冯玉堂，薛怀远是何等丑恶。请御史大夫惩处2家家产。原怀乡县令薛怀远在任期间，并无私宅，亦无田产，加之宅中所查赃银，共查抄其家产总计5000两。现怀乡县令冯玉堂在职期间有房屋40余间，所有耕地之多尚未理清。经查，房屋田产及其存银共计20余万两。这么多，就有20余万两。好复杂的20余万两，好干净的5000两。这么算来，
薛县令在怀乡一片瓦都没有给自己留，独独贪了5000两白银，还都完完整整的兑成了银子，装好箱子，放在自己的宅中，等着刑部来收。贪官做成这样，也算是楷模了吧？巧言令色，无论贪多少，也不论是怎么贪的，他总是贪了。请大理寺卿再传人证。传人证。陛下，我们都是薛县令在任期间怀乡的官差。薛县令在怀乡待了整整10年，没有任何贪污行为。他被冤入狱后，我们这些知情者全被关到了矿山。陛下，我们愿以生命作保。以上所说，如有半句谎言，当诛9族。我等愿以生命作保。如有半句谎言，当诛9族。我们愿以生命作保，若有半句谎言，当诛9族。我们愿以生命作保，若有半句谎言，当诛9族。我们愿以生命作保，若有半句谎言，当诛9族。不管如何，薛怀远贪墨一事是事实。就如江二娘子所说，让薛怀远行千刀万剐之刑。慢，江离，你继续说。怀乡县令薛怀远有罪，罪在上任10载，除了贪污赈灾银两之外，淡泊寡欲，沉心如水，洗手奉职，清风俊洁。世上难有这样的贪官，所以他在任期间定有更多不为人知的筹谋和歹行。在任期间，他的钱去了何处？兴水利，建阡陌，收民心。他这是要把京城锦衣玉食、坐拥良田1000万亩的闲官们置于无地自容之境。他这是无耻，是狂妄。薛怀远之罪的确罪无可赦，臣女恳求陛下治薛怀远千刀万剐之刑。如此说来，薛怀远并无罪过，反倒有功。臣女再恳请，待怀乡县令薛怀远上殿，薛怀远也是人证，臣女想请陛下看看薛县令如今的模样。准。传薛怀远。哎呀！陛下，此人就是怀乡县令薛怀远，因其被冯玉堂关进地牢，受尽百般折磨，如今已神志不清，形同小儿。可怜一代清明忠臣，如今落得如此下场。此事一旦传出去，这天下又会有多少清官忠臣寒心？又会有多少人愿忠心耿耿，效忠陛下？大胆江离，竟敢质疑陛下！江二娘子的说法倒是和我不谋而合，良药苦口，忠言逆耳。江二娘子所言虽然出格，但听起来也有一些道理。不然我朝忠臣尽弃，任用奸臣，岂不国将不国？肃国公说的不错，朕并非听不得真话之人。江亲，
你这个女儿养得很好。如此清廉爱民之人，竟被诬告成罪臣入狱，如今落得这样凄惨，这是朕之过，亦是大燕的损失。是臣等知罪。平身。韦乾，你错判冤案，你可知罪？臣罪该万死。朕竟不知天子之下，竟有冯玉堂这等人陷害忠良，猖狂至极。周德昭，朕命你重查薛怀远贪墨案，凡是参与陷害薛怀远者，严惩不贷。臣遵旨。江离，你有勇有谋，再次让朕刮目相看。谢陛下。平身。这薛怀远一案的内情已经查清，江二娘子劫囚一案，周公一并议了吧？陛下，臣的女儿确实行为无状，但刚才听完薛怀远一案的实情之后，臣实不忍吃他当日之举。良臣枉死，不是良臣一人之难，而是一朝臣心之难。臣的女儿虽然犯下大错，但她却救了臣也救不了的良臣。今日在大殿之上，臣也惭愧。我等惭愧，我等惭愧，我等惭愧啊！我等惭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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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周德昭，你怎么说？回陛下，既然薛怀远一案确有冤情，那薛怀远也就不是罪囚，所以江二娘子劫囚一案也就并无实证。合情合理。江离，朕赦你无罪，今日即可在大理寺销案归家。谢陛下隆恩。平身。谢陛下。薛怀远可有子女家眷？朕要后服。薛怀远育有一子一女，据我所知，其子薛昭已于去年在京被匪寇所杀，其女薛芳菲正是沈学士的亡妻。臣当初得知丈人贪墨，万分错愕，如今知晓，竟是被奸人所害，回想起来，痛心疾首。岳父，岳父，您受委屈了。叶师姐，薛县令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薛县令，没事，没事了。沈学士见谅，你同薛县令许久未见，怕是他已经认不得你了。周公，薛县令受到惊吓，不知可否让我先带他回去歇息？
下去吧。这个画本是谁写的？挺毒的。此话怎讲？其人贪墨，其女通奸，其子死于非命，一家3口先后遇难，这不像画本里常写的吗？什么画本？栽赃，灭口。栽赃？莫非沈学士亡妻通奸也是被栽赃的？也不一定吧。肃国公向来胆大，他可是什么都敢说呀。肃国公这件事情交给你去办，查清薛家一家3口的真相，还薛家一个清白，也好让沈学士为之安心。臣领命。精彩！实在是精彩。这么精彩的庭议，陛下怎么不叫我呀？查案并非儿戏，你来做什么？自然是有要事禀告。这江家二娘子能言善辩，终究是把薛家的案子给翻过来了。可惜陛下为了忠臣被陷害，义愤填膺的同时，有没有想过自己也被人当驴一样给戏耍了呢？婉宁，切莫妄言。说来也巧，过去曾听说沈学士的夫人乃怀乡第1才女，我便心生好奇，前去一看，果然沈夫人的样貌独特，确是世间少有。所以当我见到江二娘子的时候，着实大吃一惊，因为她和薛芳菲长得一模一样。